那张被您仔细收好的银行回单，正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消失。您或许毫无察觉，这张以为能证明存款去向的铁证，生命正在倒计时。如果不立刻行动，等到急需用它时，翻出来的可能只剩一张空空如也的白纸，届时钱可能找不回，道理讲不清，半身血汗不明不白的损失，那种无助想想都让人后背发凉。各位老朋友，我是蔡志林，今天想和大家掏心窝聊的是银行办完业务给的那张小票，很多人叫它小白条，大家习惯把它收好，夹在存折或锁进抽屉，觉得有这张白纸黑字钱就稳妥。但我必须沉重地告诉您，如果方法不对，这习惯反而危险，因为这张纸并非普通纸张，它像被施了魔法，字迹寿命短得惊人，短则1月，长不过半年，上面的日期、金额、账号，所有信息都会逐渐变淡，最终彻底消失，变成一张什么也证明不了的白纸。如果您此刻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某张回单，请您为我点个关注、订阅，按下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也请您点赞，让平台把这条提醒推送给更多退休老朋友。咱们这个年纪要互相提醒，抱团取暖，才能稳稳守住养老钱、保命钱。咱们闲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为什么我说这张纸上的字会自己长腿跑了呢？这听起来是不是像听神话故事？难道印上去的墨水还会像水一样蒸发掉吗？为了让各位老友能切身体会到这个危机的严重性，我先把不久前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一个真实悲剧讲给大家听听。我认识的一位老邻居，姓王，我们都叫他王大爷。王大爷是个特别谨慎、特别仔细的人，做什么事都有条有理。大概半年前，他去银行柜台给在省城工作的女儿汇了6万块钱，这笔钱是给外孙女准备上重点中学的择校费和一段时间的生活费。汇款的时候，柜员很熟练的操作完，从窗口递出来一张回单，上面明明白白的印着汇款时间、金额、女儿的名字和账号尾号。王大爷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一遍，确认无误，这才放心的折好。回家后专门找出一本他很少翻动的辞海，把这张回单平平整整的夹在了其中一页里。他想，这本书又厚又重，平时不会动，夹在这里最安全，这就是铁证。结果您猜怎么着？就在上个月，女儿突然火急火燎地打电话回来，说学校老师催了好几次费用了，她查了银行记录，好像一直没收到半年前爸爸汇的那笔6万块钱。王大爷一听，脑子嗡的一声，连忙说，不可能，我明明汇了，单子我还留着呢。他赶紧搬出那本厚重的辞海，翻到夹着回单的那一页，可当他用微微发抖的手抽出那张纸的时候，整个人瞬间就像被冻住了一样，僵在那里。纸还是那张纸，大小没变，颜色也还是白色的，但是原来上面印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那些黑色字迹，现在几乎全部不见了，只剩下一些非常模糊的、断断续续的灰色影子，像褪了色的老照片，金额、账号这些最关键的信息根本无从辨认。整张纸看起来就像一张被水浸过又晾干的废纸。王大爷拿着这张近乎空白的凭证，心急如焚地跑到银行去查询。大堂经理接过这张纸，对着光看了又看，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说，老爷子，您这张单子上现在什么有效信息都看不到了，连个流水号都没有。银行每天办理的业务成千上万，没有凭证号，我们就像大海捞针，很难精准地追溯到您半年前那笔具体的交易啊，这就叫死无对证了。王大爷当时急得血压飙升，眼前发黑，差点就在银行大厅里晕过去。后来经过反复沟通，银行动用了非常规手段，调取了半年多前的监控录像，再结合王大爷的身份证信息，花了将近1个星期，费了9牛2虎之力，才最终把这笔钱的去向核实清楚。虽然钱最后没丢，但这个过程里的焦虑、奔波、恐惧和与人交涉时的委屈，足以让一位年迈的老人身心俱疲，元气大伤。各位老哥哥、老姐姐，王大爷遇到的这件事绝对不是偶然的个例，他每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悄悄发生在很多像我们一样真是纸质凭证的老年人身上。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好端端的字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这背后的根源就出在这张纸的出身上。
现在市面上超过90%的银行自动取款机吐出来的交易凭条，以及绝大部分柜台办理业务后打印给您的回单，使用的都不是我们平常写毛笔字、写钢笔字的那种普通纸张，而是一种叫做热敏纸的特殊材料。这种纸跟您去超市买菜结账时拿到的小票，或者在网上买东西，快递员送来时贴在盒子上的那张快递面单是一模一样的。这种纸的秘密藏在它的表面，它的纸上涂了一层特殊的化学涂料，这层涂料对热特别敏感，打印它的机器里根本不需要装墨水盒，里面只有一个精密的加热头。当这种纸快速通过加热头时，被加热头点到的地方，涂料就会因为受热而发生化学变化，变成黑色，于是就显示出了我们看到的文字和数字。这种打印方式好处很多，比如打印速度飞快，机器永远不用换墨水，成本非常低廉，所以银行、超市、快递公司都喜欢用。但是这个技术有一个对我们储户来说堪称致命的缺点，那层用来显色的化学涂层性质非常不稳定，非常娇气。它害怕的东西太多了，怕高温，怕阳光照射，怕反复摩擦，甚至害怕长时间接触空气慢慢氧化。就算您把它放在家里最安静的抽屉里，一动不动，在常温环境下，它上面字迹的寿命通常也就只能维持3到6个月，之后就会开始慢慢变淡、发黄，字迹越来越浅。如果您习惯性的把它对折起来，塞进随身带的钱包夹层里，那消失的速度会更快，因为钱包贴身放着，有我们的体温，再加上走路时身体的晃动带来的摩擦，可能不到1个月，字迹就被磨得干干净净了。要是您不小心把这张回单放在了客厅的窗台上，哪怕只是晒了一下午的太阳，整张纸可能都会因为受热过度，一下子变成全黑或者全白，什么都看不清了。所以，各位老友，您以为您精心保存的是一份铁证如山，实际上，您保存的可能只是一块有保质期的冰块，时间一到，温度一到，它就无声无息地融化了，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明白了这张纸为什么会叛变的原理，我们再来具体看看，这种凭证的自动消失，会在我们生活的哪些关键节点上，给我们布置下一个个有理说不清的死局。可能有些老朋友会说，现在时代不同了，银行系统多先进啊，我手机有短信提醒，我孩子还能帮我用手机银行查账，这张破纸没那么重要了吧？话不能这么说。对于我们很多不太会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或者眼睛花了看不清手机小字，再或者遇到一些需要跨机构长时间扯皮的特殊纠纷时，这张小小的纸往往就是您手里唯一的最直接的救命稻草。我要说的第一个危机场景，也是最容易让咱们老年人手足无措的，就是自动取款机存钱时发生的吞钞或者未入账纠纷。咱们很多人还是习惯用现金，觉得摸得着才安心。有时候去自助存款机存钱，把一沓整理好的钞票放进存钞口，机器哗啦哗啦的响着开始数钱，数到一半，突然滴的一声卡住了，或者屏幕直接一黑，机器没反应了，钱被吞进去了，可您在查询卡上余额，却1分钱都没增加。这时候您慌不慌？通常机器要么会吐出一张故障凭条，要么会吐出您操作前的那张交易凭条。这张小小的纸条上印着无比重要的信息，是哪台机器、机器编号、什么时间精确到秒，以及一个唯一的交易流水号。这就是证明您在那个时间，在那台特定的机器上进行过操作的唯一物理证据。如果银行后续处理速度慢，拖了1-2个月才给您解决，或者中间不同部门互相推诿，要求您提供证据，这时候您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小心保管的小票，如果它已经变成了一张白纸，您拿什么去证明那笔被吞的钱是您的？虽然银行系统后台数据丢失的概率很小，但绝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万一数据出了问题，您又拿不出凭证，那可就是真的百口莫辩，只能自认倒霉了。第二个危机场景是涉及到咱们经常要办的保险、水电费、燃气费这些固定费用的代缴纠纷。很多老友图省事、图放心，喜欢每年一次去银行柜台，把一整年的保险费或者几千块的水电燃气预存款一次性交清，交完钱，柜员会给您一张缴费回单，您拿回家，可能就夹在了那本专门放各种收据的夹子里。
一年平平安安过去，突然有一天，保险公司打来电话，说您的保单失效了，因为系统显示您半年前有一期保费没有缴纳。您一听就懵了，明明1年前就一次性交齐了啊！您赶紧去翻那个夹子，找出那张回单，结果发现回单上的字迹早就退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张白纸。您拿着这张白纸去保险公司理论，对方很可能只会礼貌地告诉您，抱歉，老先生老太太，我们只以公司系统的缴费记录为准，您这张纸我们无法核实。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您缴纳的数千甚至上万的保费权益受损，保单作废，也可能意味着您家突然被停了燃气，冬天做不了饭，洗不了澡。这种需要跨不同机构去查询、去对峙的麻烦事，如果没有一份清晰的纸质凭证在手，那真是跑断腿、磨破嘴，也很难把事情说清楚、解决好。第三个危机场景直接关系到咱们在人工柜台办理业务的安全性。年底了，银行业务繁忙，柜员也是人，也会有疲劳、眼花、手误的时候。您明明去存10万块钱，他可能不小心在电脑上少输了一个零，只给您存成了1万，或者您明确说了要存3年定期，他可能听错了或者点错了，给您办成了1年定期，甚至是某种您并不了解的理财产品。办理业务时，咱们出于对银行的信任，或者因为老花眼看不清回单上的小字，可能没仔细核对就把单子收起来了。等到1年半载后，您去银行取钱，发现利息少了一大截，或者本金数额不对，这时候您再去维权，说当时那个柜员给我办错了。银行首先会去调取内部的系统记录和影像资料，但如果时间久远，或者当时影像模糊呢？这时候，如果您能当场拿出一张字迹清晰的回单，白纸黑字指给银行看，您看，这单子上当初打的就是1年期，不是我说的3年期，那银行必须认账，给您纠正。可如果您拿出来的同样是一张字迹消失的白纸，银行完全可以依据他们系统里更正后的记录，他们可能认为当时就是那样办的，来回应您，说我们的系统记录显示就是如此，而且您当时也签字确认了。到那时，您没有任何实物证据，很可能就只能吃下这个说不出的哑巴亏。分析了上面这几种活生生的危机场景，相信不少老友已经听得手心冒汗，心里发紧了。原来我们信任了一辈子的白纸黑字，在这个科技时代竟然变得如此脆弱，如此不可靠。那么面对这个隐藏在抽屉里、书本里的自动消失隐患，我们难道就只能坐以待毙吗？当然不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蔡志玲今天就给大家带来3招简单易学、一学就会的证据保全指南。您不需要改变去银行的习惯，只需要在现有习惯上多花1分钟，多做一个小动作，就能把那个会逃跑的证据变成永久有效的铁证。第一招，也是最快捷、最符合时代潮流的手段，就是用手机拍照留底。请大家从今天开始养成一个雷打不动的铁律，无论您是在银行柜台从柜员手里接过回单，还是从 ATM 机里取出交易小票，拿到手里的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顺手塞进钱包或者包里，更不要急着夹进书本，而是应该立刻马上掏出您的手机。现在咱们老年人也基本人人都有手机了，打开手机上的相机功能，找一处光线明亮的地方，把这张单据平平展展的放好，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的拍一张照片，重点要把上面的办理日期、交易金额、银行流水号那一长串数字，还有银行的业务章都拍得清清楚楚。拍好之后，我建议您可以在手机相册里专门新建一个文件夹，名字就叫银行凭证或者重要单据，把这张照片放进去。还有一个更保险的双重备份法，您拍好照后，打开微信，把这张照片发送给您的儿子、女儿或者信得过的亲戚，同时也发送给您自己的微信，就是那个文件传输助手。这样一来，照片不仅存在您手机里，还存在了微信的云端。电子照片是永远不会褪色、不会消失的，只要您的手机不丢，微信账号还在，这个证据就永远在。将来哪怕那张纸质回单烂成了碎片，化成了灰，您手机里这张清晰的照片，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足以证明一切，谁也无法抵赖。第二招，专门针对那些让咱们特别牵挂的大额存单、重要合同或者理财产品协议，
如果您去银行办理的是几十万的大额定期存款，或者购买了金额不小的理财产品，光拍个照可能觉得心里还不够踏实，总想手里有张实实在在的纸。那好，您出了银行大门，稍微留意一下，银行附近或者街上一般都会有小小的复印店或者图文社，您走进去，花上1块钱甚至几毛钱，请店员帮忙把这张热敏纸的回单用普通的复印机复印一份。您要注意，复印机使用的是碳粉技术，它复印在普通 A4 纸上的字迹是物理性的附着，可以保存几十年都不褪色、不变淡。把这张清晰的复印件和那张原始的热敏纸回单用订书机订在一起，统一保存好，这就是给您的证据上了双保险。原件万一失效了，复印件立刻就能顶上。除了拍照和复印，其实还有一个更接地气、更不需要技术的土办法，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您办完业务回家后，可以找一支黑色的圆珠笔或者签字笔，注意一定要是油性的笔，不要用水性的，水性笔怕潮。在那张热敏纸回单的空白处，千万注意不要涂改，覆盖原来打印的字迹，亲手把关键信息写下来。比如您可以写上2026年3月10日下午于 XX 银行 XX 支行存入定期5年，金额10万元整。虽然打印机打上去的字会随时间消失，但您用油性笔亲手写上去的这些字是渗透进纸张纤维里的，只要纸张不毁，它就会一直留在那里。将来万一有什么纠纷，这张纸上至少还有您亲手记录的信息，再配合您去银行后台申请查询，就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链，证明您所言非虚。第3招是一个需要在办理业务时向柜员提出的特殊请求。如果您是在人工柜台办理像大额转账、购买国债、签订重要协议这类非常关键的业务，您可以尝试着客气地跟柜台里的工作人员商量一下。您可以这样说：姑娘、小伙子，麻烦问一下，您这个业务能不能给我用那种真式打印机打一张单子，就是带2边孔，打印起来吱吱响的那种。现在很多银行为了追求效率，都在淘汰老式的真式打印机，但在一些对公业务窗口或者处理特殊凭证，比如一些正式的协议回执时，依然会保留这种设备。真式打印机的工作原理不同，它是通过针头撞击色带，把墨水敲打进纸张的纤维里面的。这种字迹的保存年限非常长，可以达到10年、15年，甚至更久，几乎可以说是永久性的。虽然柜员可能会告诉您，我们这里没有，或者现在都统一用这种了，但您问一句并不麻烦，也不花钱。万一他们正好有，或者愿意为您去别的窗口协调一下呢？那您拿到手里的就是一张真正的能让您安枕无忧很多年的永久凭证。除了上面这3招核心的保命方法，志玲还要额外嘱咐大家几个关于热敏纸保存的禁忌和容易忽视的细节，这都是血泪教训换来的经验。首先，如果您实在不想拍照、不想复印，就是想把那张原始的回单留着，那请您一定记住几个，千万不要把它夹在那种带有塑料封皮的本子里或者塑料卡套里。很多塑料制品在生产过程中会添加一些化学增速剂，这些物质会与热敏纸的涂层发生缓慢的化学反应，反而会加速字迹的消失。也千万不要用透明胶带直接粘贴在字迹上，胶带上的胶水会很快溶解那层化学涂层，导致被粘贴部分的字迹瞬间模糊或消失。相对好一点的保存方法是找一个干燥的普通纸质信封，把回单放进去，封好口，然后放在家中书柜里阴凉、避光、干燥的角落。但即便是这样，也只能是稍微延缓它消失的速度，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所以拍照备份才是最一劳永逸的办法。其次，咱们要特别留意一种不起眼的小票，银行牌号的小票。现在去银行办业务，都得先在机器上取个号，那张小小的排队单也是热敏纸打印的。很多老朋友办完业务，随手就把这张小票揉一揉，扔在银行的垃圾桶或者门口的垃圾箱里了，觉得它没用了。其实这张小票上往往有您的排队号码，您进入银行的精确时间，有些机器打印的号单上甚至会有您身份证号码的部分信息，比如后几位。如果您随手一扔，被别有用心的人捡去，再结合您在柜台办理业务时可能无意中透露的信息，比如和熟人聊天说到要转多少钱，
就有可能拼凑出一些您的个人隐私，带来风险。而且，万一您办完业务回家后发现有问题，比如少拿了卡，单据拿错了，这张排队小票就能证明您确实在那个时间点去过那家银行，有助于后续查找。所以，哪怕是这张小小的排队票，也请您养成习惯，带回家，用碎纸机碎掉，或者用手撕的粉碎，再丢弃，不要给任何坏人留下可乘之机。再说一个很容易被咱们忽视的细节，就是关于自助终端机上打印的流水单。很多老友为了查账或者子女贷款需要银行流水证明，会去银行大厅里的自助查询机上打印过去半年甚至1年的交易流水。这种长长的流水单，绝大部分也是热敏纸打印的。如果您打印它是为了提交给公积金中心、贷款银行，或者作为某种法律证据，请务必记得，打印出来后，立刻在银行里或者出门就找地方把它完整的复印一份。因为这种流水单往往很长，一旦字迹消失，您再想回去重新打印，可能就需要取号排队，等待人工柜员帮您办理。有些银行对于打印超过一定期限，比如1年以上的历史流水，还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为了省下几块钱的复印费，最后可能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补救，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不划算的。另外，咱们老年人眼神多半不太好，老花眼是常态，而热敏纸打印出来的字本身字体就偏小，有时候打印机碳带老旧或者纸张受潮，还会印得模糊不清、断断续续。如果您在银行现场拿到回单时，就发现上面的字迹很淡，或者有缺笔画、少数字的情况，千万不要觉得差不多能看清就凑合了。您一定要当场立刻向为您办理业务的柜员或者旁边的大堂经理提出，同志，这张单子印得不清楚，麻烦您给我重新打一张清晰的，好吗？如果您拿回家才发现看不清，过几天再回去找，银行可能就无法确认这张模糊的单子是否出自他们那里了。尤其是金额那个位置，1万和10万差一个零，就是10倍的天壤之别。所以，在离开银行柜台之前，请一定戴上老花镜，借着柜台上的光线，把日期、姓名、账号、金额这几个最关键的信息，一个一个数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核对清楚，确认无误后再离开。这是对自己血汗钱最基本的负责。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数字信息飞快，我们这些习惯纸质凭证的老年人，容易在技术更新中踩坑。银行系统不断升级，可我们的认知还停在过去，这种错位正是风险滋生的地方。我们改变不了银行用什么纸、什么技术，但能通过学习改变自己保护证据的方式。一张小小的银行回单，轻飘飘的，却可能承载您一辈子的积蓄、养老钱或应急金。千万别因为怕麻烦，觉得拍照多此一举，就让自己将来陷入口说无凭的风险。银行给的回单只是临时通知，您自己拍照复印留下的才是您资产的永久档案。金融消费路上，咱们要做到明明白白消费，确确实实留证，别让那张会褪色的回单成为日后后悔的隐患。如果您觉得我蔡志霖这番话说到心坎里，请在下面留言保护证据，互相提醒，养成保护好养老钱的好习惯。如果您有过回单消失的教训，或有保存单据的妙招，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经验或许能帮到另一位老朋友。我是蔡志霖，一个真心为大家着想的老朋友。请关注健康之道，点亮小铃铛，我会一直陪伴大家，用通俗的话带您看懂复杂的金融世界，过好安稳、有保障的晚年生活。感谢倾听，下期再会。